有危险，快散开！在撤退过程中，天空中突然亮起绿色光芒，敌方的监视魂导器和攻击魂导器开始行动。霍宇浩意识到敌人的准备十分充分，而星罗帝国的对空防御体系也开始发挥作用，拦截敌方的攻击。白虎公爵代号凭借强大的魂技成功拦截了部分攻击，但随后前方出现一片棕黄色光芒，覆盖了山道和周围山壁。霍宇浩意识到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战斗中最强的魂导器攻击，这种能够瞒过精神探测的魂导器至少是8级的。面对敌人精心策划的暗杀行动，白虎公爵代号和霍宇浩等人陷入了紧张的对峙中。敌人使用了强大的8级定装魂导炮弹、山崩地裂弹，试图阻断代号的退路，为刺杀争取时间。这种炮弹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震荡力，能够在短时间内钻入地面，并引发山崩地裂般的破坏。代号在爆炸发生时没有选择退避，而是利用自己的魂技为白虎亲卫们提供了强大的防护，尽管这会极大地消耗他的魂力。他的行为展现了他对属下的责任感和保护意识，这让霍宇浩感到意外，甚至有些动容。霍宇浩意识到，尽管代号可能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父亲，但他无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统帅。代号命令白虎亲卫们整军准备迎敌，并表示不会丢下任何一个人，决定在这里坚守等待援兵。他的决定得到了霍宇浩的支持。霍宇浩意识到，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帮助代号守住这里，争取时间等待援军的到来。戴华斌看到父亲不肯离开，心中焦急，向霍宇浩询问对策。霍宇浩坚定地表示，他们只能选择帮助代号，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。霍宇浩开启精神探测共享，覆盖了白虎亲卫所在的区域，为白虎公爵代号及其4名禁卫提供帮助。代号凭借白虎流星雨拦截空中落石，而王东儿则利用光明女神蝶双翼释放蝶神之光，协助代号应对山崩的威胁。白虎亲卫们也积极应对，尽管受伤者不少，但伤亡被控制在了最小范围内。然而远处突然闪现的红光预示着新的危机——魂导高爆弹。霍宇浩意识到这些攻击很可能来自日月帝国。代号迅速做出反应，命令白虎亲卫分散撤退，但前方的道路已被山崩地裂弹炸断，白虎亲卫们陷入了绝境。面对绝境，白虎亲卫第1小队的小队长张彪做出了艰难的决定。他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只会拖累代号，而援军何时到来还是未知数。为了确保代号的安全，他决定带领白虎亲卫们为代号尽忠。张彪在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，率先跳下悬崖，其他白虎亲卫们也纷纷效仿跳下悬崖。霍宇浩目睹这一幕，内心深受触动。他意识到代号不仅是一位强大的统帅，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英雄。霍宇浩和王东儿也决定跳下悬崖，与白虎亲卫们共同面对。代号目睹小队长张彪跳崖，心中大急，试图阻止。然而白虎亲卫们齐声高呼公爵大人保重，纷纷跳下悬崖，看得出对代号的忠诚。代号的4名禁卫也劝他离开，但代号悲愤交加，无法接受这一幕。戴华斌和朱露被这惨烈的景象震惊。戴华斌回想起父亲曾教导他善待每一位白虎亲卫。代号双眸血红，悲愤中启动了霍宇浩给他的9级魂导器日月神针。日月神针升空后，代号的精神力大幅提升，视野极度扩大，成功锁定了远处的敌人。这件魂导器的威力让敌人感到恐惧，攻势明显减弱。代号通过日月神针看到，敌人共有12人，其中4名是9环修为的封号斗罗，还包括9级魂导师。面对日月神针的威慑，敌人纷纷释放无敌护照，不敢再前进半步。这些刺客来自日月帝国，目标是暗杀星罗帝国的白虎公爵代号，以削弱星罗帝国的军方力量，为日月帝国未来的战争创造有利条件。他们精心策划，安排了内应，并使用高空侦察魂导器监视代号的行动。12名刺客中有2位是9级魂导师，他们在代号的必经之路上布下了重重陷阱，自信能够将其击杀。然而代号在霍宇浩的警告下突然掉头返回，这让刺客们措手不及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仍决定执行第2套方案，使用山崩地裂弹阻断代号的退路，并迅速赶往现场，准备发动攻击。当代号启动日月神针，天空中升起金银双色光芒时，刺客们惊恐不已。他们中的9级魂导师认出了日月神针的来历，意识到这件魂导器的恐怖威力。日月神针不仅能够全属性破坏，还能覆盖30公里范围的穿刺攻击，即使是超级斗罗也难以抵挡。刺客们意识到，在日月神针的威慑下，他们已经失去了优势。面对日月神针的威胁，刺客们陷入慌乱。他们讨论着如何应对，但时间紧迫，无敌护照的持续时间有限，他们必须迅速做出决定。为首的9级魂导师果断下令撤退，意识到在日月神针的威慑下继续行动无异于送死。12名刺客迅速逃离，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冲出15公里的安全范围。白虎公爵代号心中尚存希望，因为他看到霍宇浩和王东儿跳下悬崖去救援他的属下。他没有发动日月神针，深知最强武器的威慑力远大于实际使用。他暂时安全，但命运的天平仍悬而未决。
与此同时，霍宇浩和王冬儿在悬崖下展开紧急救援。王冬儿张开蝶神双翼，霍宇浩开启飞行魂导器，迅速向下俯冲。小队长张彪是第一个跳下悬崖的，面对300米的高空坠落，形势危急。霍宇浩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力，形成一张巨大的精神之网，精准定位每一位跳崖的白虎亲卫。小雪女也加入了救援，利用她的风系能力减缓下坠速度，成功将张彪推向安全方向。张彪凭借自身魂力成功落地。小雪女继续施展风系能力，为其他白虎亲卫减缓下坠速度。霍宇浩和王冬儿终于赶到，3人合力不断辗转腾挪，接住一个个坠落的白虎亲卫。霍宇浩后悔没有制作出适合这种救援场景的魂导器，只能依靠自己的魂技和唐门绝学控鹤擒龙，尽可能的接住并推开坠落的白虎亲卫，减轻他们的冲击力。尽管他们竭尽全力，但仍有部分白虎亲卫因救援不及而坠落身亡。血花飞溅，忠义的生命在他们身边流逝。霍宇浩和王冬儿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能力范围内，尽可能的拯救更多的生命。尽管他们竭尽全力，但仍有部分白虎亲卫因救援不及而牺牲，这让霍宇浩和王冬儿感到极度痛苦。在生死时速的救援中，霍宇浩和王冬儿几乎耗尽了全部的魂力与力气。霍宇浩在救援最后一名白虎亲卫时，因过度用力而受伤，喷出一口鲜血。王冬儿也因目睹这一切而痛哭失声。霍宇浩仰天怒笑，感到无尽的无力和愤怒。就在这时，乾坤问秦谷的声音在他们脑海中响起，告知敌人已退，白虎公爵的危机解除，并给出了2个选择：直接通过深度冒险，或者用这次通过换取一次全体恢复。全体恢复可以令死亡时间不超过1刻钟的人完全恢复，但超过1刻钟则无效。如果选择全体恢复，他们将再经历一次深度冒险。霍宇浩和王冬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全体恢复，愿意为了拯救这些忠义的士兵再度冒险。刹那间，乾坤问秦谷的力量降临，霍宇浩头顶出现一轮金光，王冬儿头顶出现一轮银月，金银双色光芒扩散开来，覆盖了所有白虎亲卫。在光芒的照耀下，活着的白虎亲卫们伤口迅速愈合，而那些刚刚牺牲的士兵也奇迹般的恢复了生命。小队长张彪从地上爬起，他们看到这一切，惊呼这是神迹，认为霍宇浩和王冬儿是天神下凡。与此同时，戴华斌和朱露英在冒险中表现平平，仅算勉强过关，没有获得奖励，但仍有资格进入最后一关真心问情大冒险。霍宇浩和王冬儿虽然面临再次冒险的挑战，但他们内心充满了满足感。他们成功救回了众多白虎亲卫的生命，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在乾坤问秦谷的光芒中，他们消失，准备迎接新的挑战。白虎公爵戴浩在援军赶到后，发现自己的属下们奇迹般的生还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疑惑。他不知道是谁在背后帮助了他，拯救了他的属下。天空中日月神针的光芒依旧闪耀，但敌人已经逃出了侦察范围。戴浩站在峡谷中，久久不语。贝贝和徐三石在明都的突围中陷入了困境，他们在遭遇搜索卫队后不得不硬闯，却因此吸引了更多敌人。明都的防御型魂导器和侦察魂导器无处不在，使得2人险象环生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尚未痊愈的伤势严重影响了实力发挥，而距离冲出明都还有相当距离。与其同时，霍宇浩和王冬儿在乾坤问秦谷的深度冒险中被传送到新的地点。霍宇浩发现自己的身体状态不仅恢复，还略有提升，但很快他意识到自己的日月神针还在白虎公爵那里，感到非常心疼。王冬儿则以幽默的态度安慰他，让他意识到日月神针在白虎公爵手中或许更安全。紧接着，乾坤问秦谷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宣布新的深度冒险开始，任务是拯救贝贝和徐三石。霍宇浩和王冬儿需要在明都西部找到他们，并帮助他们冲出重围，返回西山境内。任务失败的惩罚是死亡，且贝贝和徐三石也会死亡。霍宇浩意识到任务的艰巨性，因为明都的防御极为强大，且他们需要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并救出2位师兄。突然，霍宇浩发现自己能够联系上亡灵半位面，这意味着他可以动用亡灵圣法神伊莱克斯留给他的力量。他立刻带着王冬儿进入亡灵半位面，发现乾坤问秦谷的控制似乎消失了。然而，他意识到自己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因为任务是拯救贝贝和徐三石。在亡灵半位面中，霍宇浩遇到了叶古一，他因为长时间被困而愤怒。霍宇浩向他道歉，并解释了情况，请求他帮忙救人。叶古一虽然不情愿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霍宇浩使用亡灵魔法将3人传送回明都。回到明都后，霍宇浩急于去救贝贝和徐三石，拉着王墩儿就跑。叶古一追上他们，要求霍宇浩解释他的邪魂师能力。霍宇浩警告他不要阻挡自己，否则将他视为敌人。叶古一被吓到，但最终还是决定帮助他们救人，条件是事后霍宇浩必须解释清楚他的能力。王冬儿扑哧一笑，极具风情地瞥了霍宇浩一眼，说道：“欲擒故纵，泡妞很有一手吗？”霍宇浩没好气地说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赶快帮我！”霍宇浩露出右手与王墩儿的左手相连，
浩东之力在两人之间流转，霍雨浩的精神力大幅提升。他全力释放精神力，扫描周围区域，寻找贝贝和徐三石的踪迹。叶古一追上他们后，感受到了霍雨浩强大的精神力，感到震惊。他意识到霍雨浩的精神力远超自己，甚至比封号斗罗还要强盛。霍雨浩的精神力扫描并未找到贝贝和徐三石，却发现了大量日月帝国的军队和魂导师，他们驻扎在名都西方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霍雨浩闭上眼睛，命运之眼开启，释放出强大的精神探测。他的魂环也显现出来，分别是白色、紫色、紫色、黑色、黑色。霍雨浩的魂环颜色和等级表明他的精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，这与他与天梦冰蚕的精神融合有关。他的魂环配比在同等级魂师中极为罕见，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进化。叶古一对霍雨浩的情况感到困惑，他的魂环颜色和等级与他所知的魂师常识不符，这让他对霍雨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霍雨浩利用命运之眼的精神探测能力，继续寻找贝贝和徐三石的踪迹。他的精神力覆盖范围极广，能够感知到周围的一切变化。霍雨浩终于通过强大的精神探测找到了贝贝和徐三石的踪迹，脸上露出一丝喜色。他立刻拉着王多儿准备前往救援，并告诉叶古一跟在自己身边，不要超出10米范围。叶古一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霍雨浩已经带着王多儿迅速出发。王多儿的魂环也显现出来，同样是超越最佳魂环配比的存在，他背后展开了一双蓝金色的翅翼，光彩夺目。叶古一不甘示弱，释放出自己的天使武魂，4片天使之翼张开，迅速追上霍雨浩。三人形成一个绚丽夺目的组合，朝着日月帝国的大军飞去。霍雨浩抬头看到高空中的侦察魂导器，冷笑一声，利用自己的精神力和模拟魂技，让三人进入了隐身状态。叶古一感到周围光线扭曲，自己和王多儿的光芒逐渐消失，而他却能清晰地看到王多儿的蓝金色翅翼。霍雨浩通过精神探测共享，让叶古一能够看到周围的一切，这种全方位立体的视角让叶古一感到震撼，也有些疑惑，霍雨浩不是邪魂师吗？但为何此时却展现出浓郁的光明气息？当三人接近日月帝国的军队时，叶古一感到紧张，担心被发现。然而霍雨浩的模拟魂技发挥了作用，他们成功的从军队面前穿过，直奔名都城内。这些军队完全看不到他们，因为霍雨浩的隐身能力在夜晚中效果极佳，除非是特殊魂兽或修为远超他的强者，否则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。叶古一对霍雨浩的能力感到好奇，但很快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。名都的断壁残垣让他难以置信，霍雨浩则提醒他保持安静，以免暴露。叶古一虽然不满，但还是压低了声音。霍雨浩感受到贝贝和徐三石正处于危机之中，加快了速度。他选择在地面行动，避免被空中的对空探测魂导器发现。贝贝和徐三石被一群魂导师包围，这些魂导师虽然个体实力不强，但数量众多，配合默契，不断用速射炮和高爆弹攻击他们。贝贝和徐三石的伤势尚未痊愈，面对这样的攻击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此时，一个红色的光球恐惧之眼出现在高空，锁定了徐三石。恐惧之眼的强大威力让贝贝和徐三石感到绝望。徐三石决定牺牲自己，让贝贝趁机突围，但贝贝拒绝，决定全力爆发，燃烧自己的生命力来提升战斗力，释放光明圣龙的力量，准备与敌人拼命。徐三石意识到贝贝的意图，试图阻止他，但贝贝已经下定决心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的恐惧之眼突然暗淡，远处传来一声惨叫，一团血光冲天而起，恐惧之眼坠落，周围的气温急剧下降，天空中开始飘起鹅毛大雪，魂导师们被冻得发僵。徐三石意识到霍雨浩来了，大喜过望，告诉贝贝停止燃烧生命力。霍雨浩的到来带来了恐怖的暴风雪，这是雪地三绝中的雪舞及冰域，结合了霍雨浩的永冻之域。霍雨浩凭借强大的精神力，瞬间击败了恐惧之眼的控制者，一位7级魂导师。霍雨浩冲入场内，用灵魂冲击帮助贝贝停止了生命之火的燃烧，虽然贝贝受到重创，但保住了性命。王东儿用黄金之火暂时保护贝贝，霍雨浩则背起徐三石，抱起贝贝准备撤离。叶古一在霍雨浩的精神力引导下，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此时，天空中的侦察探测魂导器发现了地面上的巨变，日月帝国的强者们赶到现场，发现地面上的魂导师们已经被冻成冰雕。8级魂导师下令加大探测，试图找到霍雨浩一行人。然而，就在他们开始魂力探测的瞬间，霍雨浩施展的超低温龙卷风暴爆发，利用雪舞及冰域制造了强大的冰暴术，成功击退了追捕他们的魂导师。在撤离过程中，霍雨浩向叶古一介绍了自己和王多儿的身份，并邀请他加入史莱克学院。叶古一表示需要考虑。随后，乾坤问秦谷的声音宣布他们通过了第2关，并可以进入第3关真心冒险。在一片金色广场上，霍雨浩等人感受到了身体的恢复和力量的回归，贝贝和徐三石的状态逐渐恢复。当乾坤问秦谷的声音宣布真心冒险开始时，广场开始剧烈颤动，各种景物浮现并产生强烈的吸力。霍雨浩等人被金光吸射，分别被传送到了不同的地方，
开始了他们的第3关冒险。霍雨浩被传送到一个看似熟悉的金色广场，对面站着一个全身笼罩在蓝金色光晕中的男子，他无法看清对方的面容。霍雨浩平静地问道：“你好，你是谁？我的第3关考验是什么？”他试图用精神探测去感知对方，却发现自己的精神力无法捕捉到对方的存在，这让他感到震惊。对方的声音温和而虚无缥缈，告诉他必须先与他战斗才能进行第3关的考核。